粗粮已经成为人们餐桌上的新宠，但是粗粮吃起来不像细粮那样顺口，许多主妇面对各类粗粮也是束手无策，无从下手。其实不同的人群所适合的粗粮种类大有不同，各种粗粮也有它们各自不同的饮食特点。热乎乎的，脸上容易长痘痘，容易发红，然后呢，这种人热性体质，我们就可以吃一些凉性的五谷杂粮。到底怎样选择适合自己体质的粗粮？不同的粗粮又该如何制作才能美味健康？请关注本期健康新时代。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说到粗粮，大嘴会想到前些年呢赵丽蓉老师的一个小品，他的孙子呢突然间喜欢上了粗粮，但老人呢看到这番情景之后呢觉得很伤心，因为想到了过去这种艰苦奋斗的时期，有一点点忆苦思甜的味道。不过最近几年的这粗粮啊，却成为一种时尚，而且呢很健康。那今天健康新时代就教你如何用粗粮烹调美味的菜品，给大家带来两道粗粮菜品的是我们大家这个在厨师界非常尊敬的大师，中国烹饪大师，中国烹饪协会中式菜肴研究中心主任刘金波，刘大厨，欢迎你。刘大厨今天做个节目了，代表好味道。那么同时呢，给大家传授好多养生知识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主治医师、医学硕士，我们的顾老师，欢迎。大家好，第一道菜名字是什么？刘大厨告诉大家。第一道菜呢，我们是用南瓜做主料，南瓜做主料，叫紫薯南瓜芡实煲。紫薯南瓜芡实煲，现在呢就教你来操作。制作紫薯芡实南瓜包需要准备的主料有紫薯、芡实、南瓜、胡萝卜、芹菜、牛奶。那这道菜呢，整体的口感是糯软的，有南瓜，这边呢还搭配了一个煮完之后啊，或者是蒸完之后比较糯软的紫薯。大厨，咱这道菜用紫薯来一起烹调，是不是？对。哎，咱先把这个皮给它刮下去。好，这样这个料呢，主料呢，我们就用南瓜。南瓜也要去一下皮。还有这个紫薯。紫薯、南瓜都要把皮去掉。去掉皮是不是？其实你看哈，今天用的这两个食材呢，我们这个皮呀，其实都是能食用的，尤其是南瓜，是不是？因为这个南瓜的皮它本身就有一些非常好的物质。对，贝塔胡萝卜素含量越高，所以这个皮的颜色就会越深。哎，因为考虑是个老人吃的哈，其实一般我们这个紫薯的皮也是能吃的。对，它这个粗纤维比较多，但是呢，含钙质也很多。不过呢，我们有的时候考虑到它的消化吸收不是很舒服，尤其我们今天主要为了适合老人和孩子，所以我们呢稍微做一下精细的加工。现在最讲究一句话叫做粗粮细做。粗粮细做，对，咱这个也虽然是粗粮，对，你看我们要做的很细致。边角去除啊，炖得很软糯啊，这都是细做。就是说用这个粗粮啊，最精华的部分来一起做菜，这样出来的味道呢就很棒了。咱这边先把这个瓤包括籽儿都给去除。其实说到这个南瓜哈，其实你看顾老师，我们在节目中以前也说过，它浑身是宝。对，没错。怎么讲？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南瓜籽，这个是没大成熟的，实际上南瓜籽呢对小孩子特别好，吃了以后可以驱虫的，能够驱除身上的寄生虫。那么南瓜瓤呢有很好的润肠通便的作用，而且还能美容。那么这个南瓜的这个果胶部分，我们最爱吃的南瓜的果肉部分，果胶部分大家都知道特别刺激胃肠道蠕动，而且呢也能帮我们血管壁清理垃圾，就果胶比较多。哎，那么我们这个皮呢又是含贝塔胡萝卜素很丰富的，可以治疗我们常说的干眼症啊、皮肤不好啊、比较粗糙啊，都可以用它来。所以这个浑身从里到外都可以吃。所以说一般在我家里的时候呢，我要是做南瓜会把它采用蒸的方式，那蒸的时候我会把这个皮也留下来，一起来蒸，吃起来之后口感也没差在哪儿，而且还能多一份营养。所以说今天这道菜呢，咱为了考虑好这个老人吃起来呢咀嚼比较容易，孩子吃起来消化比较容易，所以说咱都把皮去下去。那一般如果在家里操作的话，根据你的喜欢然后来决定。这边我们给它切成小丁状，是不是？应该是叫小的滚料块。滚料块，对，这个就是给它分成两部分一起来切，把皮去掉，瓤抠掉，把它切成小的滚料块，也可以叫菱形的丁。菱形的丁，对，是不是？但是都是统一的哈，你看大小呢都是这么大左右。一会儿咱还要蒸，是不是？对，这个南瓜和紫薯。切好之后呢，我们要先上这个蒸锅蒸一下它，对，蒸一下让它刚刚熟，也就是蒸个5-6分钟的时间吧。
5、6分钟就可以。对，其实说到紫薯哈，其实电视机上很多朋友呢会发现，最近几年呢，很多营养专家都说紫薯有营养，对，甚至说比这个红薯，就是说咱吃的这个地瓜还要有营养。其实呢，它的营养呢，比起我们普通的地瓜来，会多2种营养成分。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硒元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厨刚才切的时候，你看上面有很多花青素。这个花青素呢，那么它现在呢是最时髦和流行的一种营养素，就这种紫色的，像这个我们平时蓝莓，对，蓝莓的那种颜色也是花青素比较多，都带有花青素。花青素呢，现在它有很好的抗氧化、防衰老的效果，而且呢也是抗癌新品。能够抗癌的，所以现在他们都叫抗癌佳品。我们吃这个紫颜色的东西。好，咱这边给它把紫薯也切成这样的滚料块，对，2部分。这道菜呢，搭配了南瓜，搭配了紫薯，还有我们非常好吃的胡萝卜。对，是不是？还有胡萝卜，胡萝卜也是把它切成小丁。这个小丁呢，切的呢，比这个南瓜和紫薯稍微小一点。为什么要切的稍微小一点？因为它是配料嘛，配料的话要小于主料，比较好看，不可以喧宾夺主。对，没错。但你看这道菜哈，芹菜也切成丁，我们之前已经切好了，对，也都是滚料的丁，是不是？这样我们先把这个南瓜、紫薯，先蒸一下。对。那现在呢，我们的3样食材已经切好了，还有我们这个非常好吃的西芹。那一般在笼屉中需要蒸多久才能蒸到我们想要的口感呢？蒸个5、6分钟就可以，5、6分钟就行。对，然后用大火来蒸。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之前就已经将这个我们非常好吃的南瓜还有紫薯呢蒸出来的一份，就是我们眼前的这2份呢。芡实是需要用水泡的，芡实要泡。对，这个芡实生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然后泡完之后是这样子，对，是不是？发胀了，发胀。这个芡实它如果泡的话，直接在水里面泡就可以吗？大概要泡多长时间？泡1、2个小时吧。其实说到这个芡实哈，其实现在呢，很多人说它是一味中药，治疗的这个什么样的疾病？有很好的固肾、固精的作用。对于男性来讲呢，可以提高体力的。那其实我觉得哈，家里面男主人煲粥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放一点芡实，尤其是像秋季这个果实成熟的时候，因为它又叫鸡头米，就是在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形状啊，是里面含淀粉比较多的，白白的，所以呢，它不适合于久煮。一旦煮了以后就化掉了，淀粉质高，所以呢，我们泡一下，回头煮的时候呢，稍微轻轻一煮就可以了。那么功效呢还是比较好的。那这么说，我们在家里如果是煲粥的话呢，最好在出锅之前把它放进去，对就行了，煮上它几分钟就可以了。不然的话放太久之后，它可能就煮飞了，煮粉了，是不是？就粉了，碎掉了。好，这边咱的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了，蒸好了南瓜，蒸好了紫薯，我们的西芹这边已经切好了，芡实准备好，接下来我们正式的开始操作。怎么做呢，大叔？首先呢，我们先将切好的这个胡萝卜丁和这个西芹丁，我们水焯一下。现在呢，我们焯一下胡萝卜丁还有西芹。其实你看，今天这道菜呢，整体搭配起来是粗粮大餐。咱这道菜中呢，能看到3种粗粮，芡实，还有南瓜，还有紫薯。但如果说我个人会发现哈，这个芡实似乎跟他们还不一样，但他们似乎都是这个粗粮类。那我在想，这个粗粮它的一个广泛的定义究竟是什么？粗粮呢，实际上呢，我们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在粮食生产出来以后，保留它的外皮，就是骨皮、外皮的部分，以及它的胚芽部分，那么这种部分经过简单的粗加工，那么这种成熟的这种东西，我们都把它叫做杂粮，也叫五谷杂粮，也叫粗粮，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你像《黄帝内经》上讲的五谷为养，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粗粮，就是说的是这种没有经过深加工的，对，没经过深加工，带着糙皮，而且呢还带着胚芽，它的胚芽部分这个很重要，因为胚芽就是我们常说的是胚胎。将来可以发芽的那个部分，它是活米。如果咱们经过深加工以后呢，那个皮会去除，那个胚芽部分都会掉了以后呢，这个米就变成死米了。这边呢，已经将我们的胡萝卜还有西芹已经焯好水了，咱锅中呢来一点底油，好，底油少一点，来一点点就可以。对，这道菜还是少油的这种主义。对，主要是这个现在饮食嘛，都是低油、低盐，这样比较平衡。那么这道菜的其实的主要的用意呢，还是在是属于那种非常清淡的，清淡口味的，对，放点油，你不放油不爆锅也不香。哎呀，真是，而且这还毕竟是一个菜，对，而且是一道烩菜，吃起来的时候呢，应该是那种
汤头会比较浓的那种。对，我们把那个胡萝卜和先下进去，哎，炒一炒。胡萝卜呢是脂溶性的，对，所以必须要用油脂进行加热，才能胡萝卜的和胡萝卜素营养成分才能够全面的稀释出来。我们再加点水就可以，一点点水，哎，不需要加什么这样的汤。哇，这个水加的量大概是一个大汤勺吗？还是多少？差不多有一汤勺吧，一汤勺也就是有3两左右，3两左右，3两3。哎，很少量的水。对，我们把这个南瓜放进去。好，南瓜，哎，先把南瓜烩进去，芡实，然后是我们的好吃的紫薯。不，紫薯要最后放。为什么紫薯？因为紫薯的颜色嘛，它是紫色的。把它放进去之后呢，锅中就变成黑色了，是它的颜色。我们加点盐，一点点糖。盐的量咱这个大概控制在多少？不超标准吧，5克以内。5克以内。然后来一点点糖。5个人吃你就5克，3个人吃你就3克。实际上，我还需要把这个菜呢，为了让它感觉到的这种颜色，包括这个口味，非常到位。那我需要勾点芡，更滑爽一些。对。那这道菜它的汤汁浓不浓郁，关键也在于这个勾芡这个步骤，是不是？对，你勾芡的时候呢，可以把火呢调的小一点。哎，这个为什么要调小一点？因为你如果大火的话，这个淀粉经过糊化之后呢，它那个就是太黏糊，就是哎呦，这个颜色呢不会那样的非常的光亮。那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在家里，比如说做任何的烧菜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把火力调小一点之后，然后再开始勾芡？对，勾出芡来，它是玻璃芡或者薄的亮芡，要不然你就煮成那种糊粥了。哎呦，好，这边再勾一点点芡，然后再把这个火力再提上来，然后再烩一烩。颜色真是很漂亮，很缤纷。来回头动一动。现在还是不要放我们的紫薯吗？马上就可以放了。这个大概在锅中要烩多长时间才把我们的紫薯放进去呢？没有时间的限制，只要是看你的这种对菜的这种要求。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刚才顾教授讲的那个不要让它太糊了，对，太黏糊的，太黏糊了，对，汤汁一旦收浓了就可以放进去了。对，出锅呢，我们加一点牛奶，会让它这个菜呢味道更香浓。还要来点牛奶。对，这个牛奶需要很多吗？还是说只是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就可以。对，你看加了牛奶之后呢，加了紫薯之后，这个汤头它的颜色蓝莓酸奶，哎，有点像那个蓝莓酸奶的感觉哈。主要是为了这个让这个牛奶加入以后呢，因为我们用的主料都是素比较很素，对，那加一点这个动物性的叫动物性蛋白质，像牛奶当中呢，赖氨酸比较多，我们的杂粮当中呢就缺乏赖氨酸，所以这样可以提高蛋白质的营养价值，而且应该还会有奶香味。对，没错。我觉得这道菜呢，是你乍一看哈就会觉得心情大好的菜，颜色搭配的很漂亮。那咱们现在尝尝味道好不好，刘厨？就是这个菜主要的呢，这个还是在把前期处理的时候，像南瓜啊，像紫薯啊，这个呢不要蒸得太过火。关键是这道菜哈，其实是很健康的粗粮大餐。刚才这道菜呢，让我们吃起来很舒服哈，而且我们一致认为这道菜老年人、小孩子，而且我们吃的也觉得很滑爽，很滑爽，非常舒适，感觉不费事，然后就能给它咀嚼下去，吃起来的时候感觉胃里面也有饱腹感，而且香甜香甜的。那这道菜呢，是一道用这个猪排和南瓜一起来炖的菜，是算是炖还是烧？应该是烧，对，烧在一起。名字那么我们的名字呢叫五谷金瓜烧小排。制作五谷金瓜烧小排需要准备的主料有南瓜、肋排、花生、莲子、红枣、红豆、黑豆。猪肋排，市场上买回来的猪肋排以后呢，我们洗干净，洗干净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切成小块一块的，对，切成小块。我这样就是演示一下，切个小块，那咱这个给它焯完水之后呢，然后就 OK 就可以正式的来做了。对，焯水之后呢，我们把这个
排骨呢，把它放到最好是用高压锅，提前把它压一压压熟它以后呢，和这个菜成菜起来我们比较快速方便。那我想说，我们这个用高压锅来压这个排骨的时候，需不需要把我们的五谷全都放进去呢？不，五谷呢，我们还是不能用高压锅的，我们提前呢用水泡一泡，该蒸的我们蒸一蒸，几分钟5、6分钟。你像花生可能蒸的时间要长一点，花生要蒸。莲子你就水泡是吧？热水泡一泡把它那个芯儿呢，把它去掉去出来，中间那个芯儿。对，大枣我们最好也是蒸一蒸，要蒸熟了好吃。好。这个去掉籽儿、去掉皮的南瓜呢，我们把这个块呢切的呢，这次呢要比上一次的我们做那个菜的那个要大一点儿。对，大滚刀块，因为这个是烧菜，我觉得是不是大一点会使这个烧的时间耐烧一些，不然容易烧粉掉。对。好。那今天说到这个吃粗粮哈，你看现代人都说，吃粗粮呢是比较健康的。对。为什么说这个吃粗粮对人的身体有很大的好处？因为粗粮呢它比较平衡一些，而且呢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啊，还有这个营养成分呢，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而且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像它的胚芽部分啊，还有我们人体生长所必需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 E，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你像小孩子的生长发育都是很需要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E。还能延缓这个，还能延缓老人的衰老。这个呢都是我们需要。另外呢，你比如吃粗粮呢，它对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滋养。比如说像如果你那个属于热性体质的人，那我就属于热性体质，就是说像我们说手心儿、脚心儿容易发热，心里老是热乎乎的，脸上容易长痘痘，容易发红。然后呢，这种人热性体质，我们就可以吃一些凉性的五谷杂粮。凉性的五谷杂粮包括什么呢？比如说韩国的那种荞麦、荞麦面、荞麦啊，绿豆啊，这些都属于凉性的。那么你比如说像热性体质的人呢，就吃凉性的。那么如果凉性体质的人，我们就吃热性的。那么凉性体质就是那种脸色比较苍白一点的那种，看起来呢平常没大有脾气，手脚一摸冰凉。很多女孩子，那女孩子手脚冰凉的。那么那种我们就吃今天这种，你看我们今天这种好几种都是花生、红豆、黑豆，还有我们这个莲子，这个都是热性的。这都属于是热性的。除了这个黑豆呢是例外的，黑豆啊它属于平性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只要是你不管你是热性体质还是凉性体质，只要一般的人都可以吃。你可以选择平性的，像我们的大米，我们的这个玉米，还有我们这个黑豆，都属于平性食物。就是根据自己不同的体质哈，选择不同的粗粮，然后来平和自己的体质，让自己呢，身体里面更平衡一些。是。然后呢，身体壮壮的。那今天我们搭配了五谷，刚才这边呢已经将我们的南瓜切成了各种的块状。那现在我们该怎么操作呢，刘处？现在呢是这样，我们呢把这个排骨呢，把它炖上。炖上啊，炖上了。用高压锅压也可以。用高压锅压是比较快一点。里面呢就加点葱姜，放点那个大料，直接就大料、葱和姜、料酒，高压锅压的话也就是10分钟左右。10分钟啊，用这个锅来煲的话也就是20分钟，是吧？要不要放一点糖啊、盐什么的？这些要不用。这个味道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烧这个菜的时候呢，我们再入味儿。对。其实就是就光去腥的那种排骨，就是把它压熟。那这个过程呢需要一点火力了。如果是用高压锅的话，需要10分钟左右；如果是用我们普通的锅的话，大概需要烧20分钟才能够将我们这个猪肋排给弄熟。现在我们需要等待20分钟之后，一会儿看一下我们的肋排出锅的那个样子。现在20分钟之后呢，我们的排骨已经差不多了，我们要给它捞出来，因为我们要开始正式的用它来和南瓜一起来烧了。好，给它取出来。20分钟之后，它已经全部断生了，是不是？就刚刚熟吧。然后有一点点底味，就是我们这个八角把这个腥味已经去掉了。好 ，OK， 给它捞出来。猪的肋排，之前呢，我们要把这个南瓜提前蒸一下，是不是生南瓜？对，蒸熟它。大概要蒸到多长时间能够蒸到咱们今天想要的效果？就4、5分钟就可以。4、5分钟。那今天在节目之前呢，我们就给大家蒸出来这个南瓜了。我看到没有？南瓜呢蒸好了之后，然后呢，我们开始正式的和这个猪排一起来烧制。大厨在那边，猪肋排已经给您煮好了。好，那么下面我们来烧这个五谷南瓜，烧小排。好，锅中起火，
要不要来一点点油？来一点点儿，来一点油。好，锅中加一点点油，用那个葱姜蒜炝一下锅，爆个香。对，那个倒入排骨，好，来回翻炒一下。咱这道炒的时候要大火来炒，不用大火，小火就可以。对把这个猪排呢炒香之后，来一点料酒。对，烹饪料酒，这个料酒大概有多少呢？一小汤匙25克。 ，25克。添汤。好，咱这个汤要全部把这个排骨给盖住，是不是？还是说一半儿？一半儿吧，一半儿就可以。对，因为我们这个排骨呢已经煮熟了，不需要很长的时间的烧。那么我们这个菜呢，为了提一下这个菜品的这种味道，对，我们用海鲜酱。哎，海鲜酱我们超市中都能买到。这个酱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它就是主要还是增鲜，要让这个菜的味道呢能够更加的符合一些。那其实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海鲜酱，可不可以用蚝油然后直接代替，也能提提鲜味？也可以。这个海鲜酱大概要用多少？15克左右，就是这样的一汤匙，一汤匙就可以了。我们还可以配点那个排骨酱，对，超市中都有买到，对，都能够买到的排骨酱，对，也是好1:1的比例，这两个酱，对。好，现在好，两个酱呢放进锅中，我们慢慢的烧它。那这个烧的时候，我在想，我们的五谷是不是应该放进去了？我稍微等一会儿，我先把这个排骨呢先烧上味道，还要再来点味儿，来点那个酱油。味达美的酱油，对，这个酱油放一点点，主要是上色的作用，咱们这里面是不是？也是提味儿，提味儿，一点点那个老抽，冰糖老抽。对，这个老抽它一般起的作用就属于是，主要还是调色、上色，是不是？让它红亮一点，让这个菜品出来的颜色呢，能够红润一些。这样调好味儿的排骨呢，我们盖上锅盖，烧它3-4分钟，3、4分钟之后，再放入我们这些粗粮。对，这些粗粮呢放的呢这个顺序呢，我们先放花生大枣，对，一会儿等3、4分钟之后，再开始放这些粗粮，对，是不是？对。那其实你看啊，今天说到跟小排一起搭配的呢，是我们大家很喜欢的五谷，包括这边的这个南瓜。那这个粗粮我们在吃的时候，代表越多越好。比如说，可算知道这粗粮好了，咱上顿下顿，然后都吃这个粗粮，这是不是一个好事儿？对，这不是好事儿。实际上，粗粮呢，我们应该适当的吃。那么，首先呢，大家要知道，那么我是否愿意能吃粗粮？因为你体内呢，比如说像有的人胃不好，那么有胃炎啊、浅表性胃炎或者有溃疡病的，那是不能吃粗粮的。就是说消化不太好的人，对，消化不好，而且呢，老人和孩子，那么吃粗粮呢也要有个度，因为他们消化吸收也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都要给他做比较细致的粗粮。那么再就是呢，比如说我们吃粗粮的时候，要吃一些药，像有的人吃降脂的药啊，抗精神病的一些药物啊什么的，粗粮呢会妨碍它的吸收，所以有的时候会减低药效的。所以这些呢，我们都要咨询自己的医生，看看适不适合。另外呢，有一个人群是坚决要少吃粗粮的，就是我们怀孕的，像孕妇、哺乳期的，它的营养需求呢非常大，需要补充大量的矿物质。如果粗粮吃多了，我们这些矿物质啊就吸收就困难了，所以这些人群要少吃。对，那么说话间哈，我们这个排骨已经烧了2分钟左右，然后这时候就可以放入我们的大枣和花生了。花生先放，花生，大枣放进去。对，它们两个相对来讲比较耐煮一点。这些呢，相对容易粉。对，莲子也可以，放进去。对，好，来一点点儿。这个汤比较少，是不是？你看，真的是一道烧菜哈。这个汤呢，相对来讲就那么一点点，但靠这个汤汁呢，慢慢的将我们这个谷物的香味和小排的香味相互的融合。对，那今天的这个汤呢比较少。这时候就要加入我们的小豆了。对，红小豆。黑豆都可以，现在加进去，现在就可以了。放入南瓜，蒸熟的南瓜，这样的味道会再加一点味道，因为我们加了一些粗粮了嘛，南瓜也加进去了，
来一点点盐，但盐不用太多，因为之前我发现这个酱应该是还里面有一些盐的。来一点点糖提提鲜，来点糖，对，提提味道。好嘞。其实平时我们在家里这个南瓜烧的小排呢也吃过，这个呢算是一道比较家常的菜。但是有这5样不同的谷物和我们的小排和南瓜一起来烧，会有什么样新的味道呢？这样就可以了。现在就能尝一尝了。哎，赶快出锅喽！准备好一个盘子，好，出锅喽！热气腾腾的，而且有谷物的香味。说实话，我第一次闻到这个炖排骨的这个锅里面还能飘出来这个谷物的香味，是，挺不一样的。咱们一起来尝一尝，好吧？来一起。甜甜的，还有肉香味儿，而且这个谷物中呢，糯糯的，嗯，挺特别的这道菜。挺特别。